点：市中心的老书店。时间：一个阴雨的周末下午，丽娜步入书店时，外面正下着细雨，书店的窗户上凝聚着水珠，室内的灯光透出一种温暖而柔和的黄色。这家位于市中心的老书店有着浓厚的历史气息。书架是深色的木头，每一层都堆满了各式各样的书籍。书的气味、木头的味道，还有这雨天的湿气混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氛围。丽娜是一名图书馆员，对于书籍有着近乎痴迷的爱好，特别是历史小说。她来到书店是为了寻找一本难以找到的历史小说。这本书她已经寻找了几个月。艾登，一个自由职业者，专门写关于历史的旅游博客，也正好在书店。他高大的身影在书架间穿梭，手里拿着一本关于古罗马的旅游指南。他的外表随性，一头短发，穿着一件简单的灰色 T 恤和牛仔裤。在一个偶然的瞬间，丽娜在寻找她的那本书时与艾登相遇。艾登看见丽娜手中拿着一本他曾经非常喜欢的历史小说，便走上前去。那是不是罗马帝国的衰落？那本书写得非常好，作者对历史细节的把握令人印象深刻。艾登带着一点兴奋的语气说道。丽娜有些惊讶，她没想到会有人在这种老书店中与她谈起书来。她轻轻地笑了笑，回应道：是的，我也觉得作者的见解非常独到。你也喜欢这类书籍吗？这样的开场白开启了他们之间的对话，两人很快就谈得火热，讨论起各自喜爱的书籍和历史时期。在这当中，书店的老板维克多在一旁观察着这一切。维克多是一个中年男人，须发略显花白，眼睛总戴着一副老花镜。他看起来和蔼可亲，但其实心思非常深沉。他注意到了丽娜和艾登之间的互动，心中不免有些忌惮。维克多对丽娜有着不寻常的关注，他总感觉丽娜与这家书店有着某种特别的缘分。随着雨势的加重，书店的门铃响起，新的顾客进来寻找避雨的地方。丽娜和艾登则继续在历史的长河中寻找共鸣，而维克多则默默地在他们的背后开始策划他的小计谋。地点：市中心的博物馆。时间：一日清晨。随着新的一天到来，昨日的阴雨天气已被清晨的阳光替代，金色的光芒穿透了博物馆的高窗，照亮了历史的痕迹。丽娜和艾登决定一起前往市中心的博物馆，深入探索他们共同的兴趣。历史。博物馆是一座古老的建筑，外观鎏金色的装饰让它看起来宛如一座时光之门。两人走在宽敞的走廊上，两旁展示着从古埃及到中世纪的各种文物，仿佛每一步都跨越了数百年的时光。艾登对一件展出的罗马帝国时期的盾牌特别感兴趣，他向丽娜解释这盾牌的历史背景。丽娜听得津津有味。你知道吗？这种盾牌是罗马军队中非常典型的，用来在战场上形成龟甲阵的。艾登边说边用手划出盾牌的形状。丽娜点了点头，她对艾登的知识和他分享的方式感到印象深刻。她回应道：这真是太神奇了，历史上的人们怎么会有如此精妙的战术思想？就在这时，维克多也出现在博物馆，他假装是碰巧来到这里，实际上是故意来观察丽娜和艾登的。维克多穿着一件整洁的灰色西装，他温文尔雅的外表下隐藏住计谋。维克多接近他们，带着似是而非的微笑说：哦，你们也在这里啊，真是巧，我正好有一些关于这里展品的小故事，不知道你们有兴趣听听。丽娜和艾登彼此交换了一个疑惑的眼神，但还是出于礼貌，他们同意听维克多讲述。维克多带他们走到一幅展示着古埃及法老的画前，开始讲述关于法老与他的宰相的故事，意图以此暗示自己的智慧和权谋。然而维克多的故事充满了暗示和隐喻，这让艾登感到有些不自在。他察觉到维克多似乎在故意展示自己的知识，以试图在丽娜面前占据优势。艾登的直觉告诉他，维克多可能不是出于单纯的好意。在维克多的故事结束后，艾登决定改变计划。他提议：丽娜，我们去看看中世纪的展览吧，我听说那里有一些非常独特的手稿展出。丽娜同意了艾登的提议，两人便告别维克多，继续他们的历史探索之旅。维克多站在原地，眼神中闪过一丝不悦，他知道自己需要更多的策略来介入这段正在萌芽的关系。随着丽娜和艾登深入探讨历史的奥秘，
他们的友情也逐渐加深，而维克多的心思也越来越复杂。他开始考虑下一步的行动。地点：丽娜的公寓。时间：同一天晚上。丽娜回到了她那小巧而温馨的公寓。今天与艾登一起在博物馆的经历让她感到异常兴奋。她的脑海里充满了他们看到的每一个历史文物，和艾登分享的每一个故事。尽管维克多的突然出现和他那些带有隐喻的故事让他有些不安，但他试图将这些不快的感觉抛诸脑后。丽娜决定早些休息。她躺在床上，闭上眼睛，很快便进入了梦境。在梦中，丽娜变成了一个古代国王的女儿，一个聪明而美丽的公主。她站在宫殿的高台上，眺望着繁忙的市场和远处连绵的山脉。她的身旁是艾登，不再是现代的博客作者，而是一名来自敌对国家的勇敢使者。他们的目光交汇，充满了说不出的深情。在这个梦境中，丽娜和艾登的爱情是静止的。艾登被派来谈判和平，但两人却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爱河。他们的秘密会晤常在夜晚的花园中进行，星光下的低语和誓言让这段禁忌的爱情更加深刻。然而，梦中的维克多是王宫的高级顾问，一个权谋深沉的角色。他知道艾登的真实身份，并且强烈反对这场联姻，认为这会破坏国家的利益。他在背后策划，试图揭露这段秘密恋情，使得丽娜和艾登的爱情面临巨大的挑战。一天夜里，维克多设下陷阱，企图在一次宴会上揭露艾登和丽娜的关系。他暗示王宫的守卫严密监视艾登的一举一动，计划在宴会上当众捉拿他。感觉到危机的艾登决定提前行动。他在宴会开始前告诉丽娜真相，两人计划逃离王宫，开始新生活。但就在他们准备离开时，维克多及时出现，阻止了他们的计划。丽娜在高潮即将到来时惊醒，她的心跳急速，汗水浸湿了枕头。梦中的情感冲击让她久久不能平静。她意识到这个梦不仅仅是一场幻觉，而是深藏在心底的恐惧和欲望的反应。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丽娜坐在窗前，思考着梦境与现实之间的联系。她开始怀疑维克多在她与艾登的关系中，是否也扮演了某种类似的角色，阻碍他们的可能性。这个想法让他对维克多的意图产生了新的警觉。同时，丽娜也更加珍惜与艾登的相处时光，决定不让任何外界因素影响他们正在萌芽的情感。她决心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更加小心，同时寻找更多关于梦中历史的线索，希望能找到解答。地点：丽娜的公寓和市图书馆。时间：几天后。丽娜的梦境虽然已经结束，但她留下的影响却如同潮水般涌入了她的日常生活。她无法忘记梦中艾登和她共用的那份深情，以及维克多在其中扮演的破坏者角色。这一切让她心中充满了疑惑和不安。她决定前往市图书馆，希望能通过研究来找到一些答案。在图书馆的历史区，丽娜花了几个小时研究古代历史文献和王朝更迭的资料。她特别关注那些描述王宫阴谋和禁忌爱情的文献，试图在这些古老的故事中找到与她梦境相似的情节。正当她专注于一本关于古代政权斗争的书籍时，她偶然发现一个编著，里面提到了一个名叫维克多的顾问，他因为阻挠一场政治联姻而被记载下来。丽娜震惊于这个与梦中情形如此相似的历史事件，她开始怀疑是否在现实中的维克多和梦中的那个维克多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回到家后，丽娜决定再次深入思考她的梦境。在她的记忆中，梦中的维克多是一个狡猾而有力的顾问，他不仅阻挠了她和艾登的爱情，还几乎使两人的生命陷入危险。丽娜记下了所有关于这个角色的细节，包括他的言行举止和策略。她感到这些资讯在未来可能对她有所帮助。在深夜的静思中，丽娜越来越感到不安。她开始观察维克多的行为，注意到他确实在某些时刻展现出了类似梦中那个顾问的狡黠和计谋。例如，他经常在他和艾登接近时出现，似乎总是试图探听他们的私事，或在二人之间制造小的误会。丽娜决定要更加小心维克多的行动，同时也试图不让这些疑虑影响到他和艾登的关系。他写下了一份详细的日记，记录每一次维克多的怪异行为，希望能找到阻止他的方法。地点：是图书馆，市中心公园。时间：隔天下午。经过一夜的思考和自我挣扎，
丽娜决定将她在梦中以及图书馆中发现的关于古代维克多的资讯分享给艾登。她相信艾登的洞察力和对历史的深厚知识，可能会给她提供新的视角和建议。丽娜与艾登在市中心公园的一家小咖啡馆会面，这是一个安静而隐蔽的地方，适合谈论他们之间逐渐增加的神秘线索。艾登，我有些事情想和你分享，这可能听起来有点奇怪，但我觉得这很重要。丽娜小心翼翼地开始说，她将她的梦境、维克多在古代的行为，以及他在图书馆中的发现一一告诉了艾登。艾登听后显得非常惊讶，但他并没有中断丽娜的谈话，而是认真地听她描述每一个细节。他的表情从最初的好奇转为深思，似乎在脑海中迅速过炉和连接这些资讯。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艾登最终说，他的眼神里闪烁着激动的光芒。你知道，这可能不仅仅是巧合，历史上真的有许多未解之谜和秘密。也许我们可以尝试从这些线索中寻找模式。艾登提议他们一起去图书馆深入研究相关的历史记录和文献，尤其是那些与王宫顾问政治联姻及其阻挠有关的资料。丽娜感到一阵安心，她知道与艾登一起探索这些谜团，她不再是孤单一人。在图书馆，丽娜和艾登花了几个小时翻阅大量文献，最终他们找到了一些关于维克多家族的旧记录。这家族在几个世纪前曾是某国的顾问家族，有着操纵政治和阻挠重大联姻的历史。更惊人的是，他们发现了一份古老的家族树，其中有一个与现代维克多同名的人物。那个人物的生平记录与丽娜的梦境中的情节惊人的相似。这些发现让丽娜和艾登更加坚信，他们之间的连接可能远比他们想象的要深。他们决定进一步探索这个家族的历史，尤其是那些未解的秘密和维克多的真实目的。在回家的路上，丽娜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兴奋和恐惧交织的情感。她知道这场探索可能改变她的生活，但她也知道艾登将会是她在这条未知道路上的最强力支持。地点：市中心的咖啡厅，丽娜的公寓。时间：接下来的几周。丽娜和艾登的研究进展快速，但随着他们接近真相，维克多的行为变得更加诡异和阻挠。在市中心的一家流行咖啡厅，丽娜和艾登正坐着讨论他们最新的发现。突然，维克多出现了，他带着似是而非的笑容走向他们的桌子。你们看起来很专心啊，又是在讨论历史的秘密吗？维克多以一种看似友好的语气打招呼，但他的眼神却不太自然。艾登和丽娜交换了一个微妙的眼神，他们已经学会对维克多的突然出现保持警惕。艾登礼貌地回答：“是的，我们发现了一些相当有趣的东西。你今天怎么有空到这里来？”维克多坐下来，开始谈论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话题，实际上他不断地试图引导对话到他们的研究上，似乎想要获取更多资讯。几天后，丽娜在她的公寓里整理他们的研究资料，她发现一些重要文件不见了，这让她感到非常疑惑。她开始回想最近有谁来过她的公寓，唯一的访客只有维克多。丽娜立刻给艾登打电话，告诉他档案的失踪。艾登也感到震惊，他提议立即来到丽娜的公寓，一起找出可能的解释和补救办法。在艾登的帮助下，丽娜重新调整了他们的安全措施，包括更换锁和安装一些基本的安全系统。他们决定不让这个挫折阻止他们，而是用更加坚定的态度继续他们的研究。艾登建议，为了避免更多的资讯泄露，他们应该在更私密的地点会面，并且尽可能的对他们的发现保密。我们不能让任何人，特别是维克多，破坏我们的努力。艾登严肃地说。丽娜完全同意，她感到有艾登在她的身边，她可以面对任何挑战。通过这次事件，丽娜和艾登的关系变得更加牢固，他们不仅是研究伙伴，更是在对抗阻碍他们探索真相的力量时互相支援的朋友。这一经历也使他们意识到，他们面临的可能不仅仅是普通的学术挑战，还有更深层的个人的对抗。地点：丽娜的公寓。时间：一个晚上。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挑战和阻挠后，丽娜和艾登在丽娜的公寓中安静地坐下，准备进一步讨论他们的下一步行动计划。这一晚，他们的对话将他们引向了一个新的、深刻的认识。他们的命运可能是交织在一起的，远超他们最初的理解。
你觉得维克多总是在正确的时刻出现，是巧合吗？艾登半开玩笑地说，但他的眼神中透露出深思的光芒。丽娜回顾了自己的梦境，以及他们在图书馆发现的所有连接。我开始怀疑，我们是否在某种轮回中，像我梦中那样一次又一次地重演某些角色和事件。艾登认真地听着，他提出一个假设：如果真的如此，那么了解这些轮回的模式，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找到一种方式来改变它。丽娜和艾登决定深入研究这个轮回的理念。他们从历史记录、神话故事到现代心理学的研究，寻找能够支持这一理论的证据。他们发现了一些文化中对于轮回的古老信仰，这些信仰认为灵魂会经历多次重生，以完成某些未了的使命。他们也探讨了集体无意识的概念，这是心理学家荣格提出的理论，主张人们的心中存有共同的记忆和象征，这使他们开始思考他们的梦境和直觉，可能是这些深层记忆表达的一种方式。随着夜深，丽娜和艾登越来越感到一种奇妙的连接感，他们相信，他们之间的关系和维克多的介入不仅是偶然的事件，而是有更深的意义。我们需要更主动地寻找解答，丽娜最终说道，她的语气中带有决心。我们不能让历史的轮回再次成为悲剧，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和解的方式。艾登握住了丽娜的手，他们两人的目光坚定而有力。我们会一起面对的，无论这个解答最终指向什么。地点：小型私人图书馆，市中心的古董店。时间：1日午后。丽娜和艾登在深夜的对话后，决定将他们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同时寻找改变现有轮回模式的方法。他们认为只有了解过去，才能掌握未来。在丽娜租用的小型私人图书馆中，他们开始了一天的策略讨论。图书馆拥有大量的稀有书籍和古籍，提供了一个不受外界干扰的环境。我们需要更深入地了解维克多家族的历史和那些未解的神秘事件。艾登建议，只有揭开这些秘密，我们才可能找到阻止轮回的钥匙。他们研究了几份古老的家族志和历史文献，寻找与维克多家族可能相关的任何线索。在这过程中，丽娜发现了一个重要的资讯：维克多家族曾经有一个失落的分支，这个分支在历史上曾试图改变自己的命运。为了进一步验证他们的发现，丽娜和艾登前往市中心的一家古董店，这家店专门售卖来自欧洲的古董和文献。店内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古董物品，气氛神秘而古老。在一个隐蔽的角落，他们发现了一本非常老旧的手稿。这本手稿中记载了一个关于维克多家族一个年轻成员的故事。这个年轻人曾经反对家族的黑暗交易，并试图公开家族的秘密，以清洗家族的罪孽。艾登认为这可能是他们需要的突破口。如果我们能找到这个人的后续记录，也许能找到改变轮回的方式。鼓舞了心智的丽娜和艾登决定采取行动。他们计划更深入地追踪这个失落的家族分支。他们相信，这个分支可能保有打破轮回的秘密。我们不只是在寻找历史的真相，丽娜深刻地说，我们也在为我们自己的未来努力。这不仅仅是过去的事了，这是我们的事，我们的故事。艾登点头同意。他们准备对这些新的资讯进行整理和分析，希望能将它们连接起来，找到一条明晰的道路，导向自由和改变。地点：市中心公园，丽娜的公寓。时间： 1周后。经过深入研究和许多努力，丽娜和艾登逐渐接近真相的核心，同时，他们也开始努力理解维克多的动机，希望找到与他和解的方法。在市中心公园的一个清晨，丽娜和艾登约维克多见面，他们计划直接向他探讨过去的事件以及他们的发现，看是否能从他那里得到一些回应。丽娜首先开口：维克多，我们已经知道很多关于家族的事了，包括那些你可能想隐藏的部分。我们不是来对抗你的，我们只是想理解为什么。维克多显得有些紧张，他的眼神在丽娜和艾登之间转动，似乎在评估情况。经过一番心理斗争，他终于开口：我一直在保护我的秘密，因为我怕他们会毁了我。你们不会理解的。艾登温和的回应：我们可以试着理解，维克多，我们都有我们的阴影，但是面对他们是解放自己的第一步。维克多缓缓地讲述了他的故事，他如何从小被教育成为家族的守护者，
如何学会隐藏和操纵资讯来保护家族名誉。他也提到了自己对改变和新生活的渴望，但又不知如何开始。丽娜和艾登聆听着，他们的态度让维克多感到一种久违的安全感。他们讨论了可能的和解之路，包括公开部分家族秘密，以此作为一个新的开始。在长时间的对话后，维克多显得更加放松和开放。他开始认识到丽娜和艾登并不是来对抗他的，而是真正想说明他摆脱过去的阴影。丽娜提出一个建议，让我们一起找到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旧恨和误解。让我们一起为我们所有人的未来努力。维克多点了点头，第一次表现出了真正的接受和感谢。他们共同制定了一个计划，准备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逐步实施。地点：市政会堂一座古老教堂。时间：2个月后。在经过深刻的心灵对话和多方面的和解后，三人共同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们的故事以一个象征性的事件来标志这一新的开始。丽娜和艾登的婚礼，这不仅是2个人的结合，也是历史和解的象征。丽娜和艾登决定在一座古老的教堂举行婚礼。这座教堂有着几百年的历史，象征住持久和永恒，正如他们希望对待他们的爱情和新生活的方式。维克多也被邀请参加婚礼。过去的几个月，他已经逐步释放了自己的负担，开始寻找自己的救赎之路。对于丽娜和艾登的邀请，他感到既感激又高兴。这是他首次感觉到自己是被真正接纳和宽恕的。婚礼当天，教堂装饰以象征和平和新生的白色和绿色。丽娜和艾登在亲朋好友的见证下交换誓言，承诺在未来的日子里相爱和支持。在婚礼上，维克多发表了一个小小的演讲，他讲述了改变与和解和新开始的重要性。他的话诚恳而感人，让所有人都感受到了这一刻的特殊意义。随着婚礼的结束，丽娜和艾登踏上了他们的新生活旅程。他们不仅在寻找个人的幸福，也在努力成为更好的人，为世界带来正面的变化。维克多也开始了他的新生活，他逐渐从自己家族的阴影中走出来，开始参与社区服务，用自己的经历帮助他人避免走上曲折的道路。地点：新书发布会，丽娜和艾登的家。时间：6个月后。丽娜和艾登的生活已步入了新的篇章，他们决定将他们的经历和所学写成书，希望通过分享他们的故事来启发和帮助更多的人理解和解、改变和新的开始的可能。在丽娜和艾登的家里，他们2人和维克多一起花了数月时间共同撰写这本书。书中不仅包括了他们个人的故事，也包括了历史研究的发现，以及他们如何克服各种心理和情感障碍的经历。维克多贡献了他的部分，讲述了他的改变过程，以及他是如何学会面对过去，走向和解的，非常具有启发性。新书的发布会在一个典雅的会议中心举行，这里聚集了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士，大家都对这本融合了历史心理学和个人成长元素的书籍充满了期待。丽娜和艾登在发布会上分享了他们写作这本书的初衷和过程，维克多也上台讲了话。他的坦诚和真实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在发布会的问答环节，丽娜谈到了一个核心主题：我们相信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故事的作者，无论过去是什么样子，未来都有可能写出一个不同的结局。艾登补充道：我们的故事只是一个例子，展示了通过理解和改变，人们可以达到内心的和平并影响周围的世界。维克多的发言则更加个人化，他分享了自己如何被丽娜和艾登的勇气和决心感染，以及这一切如何帮助他找到了新的生活目标和意义。在发布会结束后，丽娜与艾登和维克多一起在会场外的小花园散步，他们回顾了过去的岁月，感慨万千。我们真的做到了，不仅仅是生活中，也在这本书上。丽娜看住艾登和维克多，眼中充满了爱和感激。是的，艾登回应，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不只是对我们，也是对所有读到这本书的人。维克多点头同意，他的表情中带着从未有过的轻松和平静。我从未想过有一天能够分享我的故事，现在我只希望它能够说明到需要的人。他的故事提供了一个从阴影中走出来的勇气、视力